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了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伊朗本身它的国土面积很大，它的人口数很多，再加上伊朗的国土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基本上它跑不出来。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好，战云现在压到了中东国家，今天要特别关心到的是伊朗，因为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要对伊朗开战倒数了吗？空袭名单现在也出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伊朗有没有谁来撑腰呢？现在根据了解，中俄的武器都会有办法来撑腰伊朗，那中东是否引爆这种全面的战争？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川普呢活捉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马杜罗之后，下一个目标现在直接被点名的就是伊朗，而且呢，根据厉将军的说法，最快可能下周就有可能动手。现在在伊朗这边可以说是战情密布，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全面启动了所谓的战前的部署了，从各种武器的迹象，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要打仗起来了，包括了军备、士兵跟航舰、空中力量，现在都往伊朗这边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喊话，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我们就会对伊朗来动手。” X 平台上面的这个博主，他也特别引述了多家伊朗跟阿拉伯媒体来同步做了一个警告。他说，美国跟以色列正在准备新一波这种要做的针对伊朗的瘫痪式的空袭，目标就是要瘫痪伊朗的整体的防空系统跟它的导弹的基地。好，确实现在呢也有民众目击到说，当时活捉这个马杜罗的三角洲部队竟然在伊拉克境内有民众看到是现身在街头。好，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另外一方面，其实呢，在过去几天而已，短短数小时之内，也被发现了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跟它的重型运输机，从美国的本土，甚至是从英国的基地，正在密集的升空往中东的方向前进。也有伊朗的民众回报说，好像看到了美军的 P-8A 海上侦察机进入到伊朗的荷姆兹海峡巡弋。好，厉将军特别帮我们指出了呢，现在伊朗正在积极的补充它的导弹，还有增加导弹的技术等等。那么纳坦雅胡其实他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以色列没有什么国土的纵深，尤其是跟这个委内瑞拉相比，它是靠海的。那我们可以知道，伊朗呢它是内陆国家，一旦呢遭到了导弹的攻击，没有什么可能会遭受很有可能遭受灭国之灾。好，我们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下一步真的会是伊朗吗？那美以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威吓，还是准备进入开战倒数？首先我说明一下，我研判美国跟以色列下一波来讲，就不只是瘫痪式的攻击，而是会地面部队直接入侵到底会有多大的地面部队？可能不至于说是全面的这种开战，但是会用这个所谓像马杜罗方式的这种特种部队直接进去遂行斩首作战的可能性是很高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去年6月13号到20号。这12天，伊朗跟以色列的互相空袭之中，以色列用的是战机，那伊朗用的是导弹。那伊朗初期的时候，它所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大部分可以拦下来，将近90%。但到了战争后半期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当然它自己对空导弹的数量慢慢数量有减少。第二个，它这个伊朗也寻找到所谓突破这个以色列防空火网的这种诀窍，所以它命中率就渐渐提高了。它突破的防穿率后来甚至有到50%以上这么高的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拦截率。我们看到它后续命中的，包括内塔尼亚胡的这种宿舍被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相关的重要情报设施甚至于港口、机场都被命中。那反观的以色列，因为它的拦截的导弹数量慢慢的减少，被消耗光之后，它的防空性能就减低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是伊朗在这段时间，它继续这个补充它的导弹弹药库的数量，然后也继续提升它的导弹性能，提升它作战的技巧，那很可能下一波，如果说万一开战来讲的话，以色列还能不能够像6月份那次能够拦得住这个导弹，可能就很大的一个疑问。因为很明显，
从这一波的攻击里面，我们发现战争形态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对以色列不利的改变。以色列在这边以往之所以能够称霸欧洲，靠的是它强大的制空能力，还有它地面的战车部队。但是这次我们看到，纯粹如果说就导弹攻击来讲的话，跟以往的战争形态有很大的改变。好，这是第一个。那目前得到的讯息是，伊朗不断的在加强它的导弹库的一个扩充跟这个建设。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们从上次的战争检讨，我们发现以色列最后他功亏一篑，哈，美军也功亏一篑，没有能够彻底的将伊朗的核设施炸毁。主要是为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就是因为它只靠空中制空的作战能力，而它没有地面部队的能力哈。我们看到美军不管是 B-2 轰炸机丢的专机弹，或以色列，虽然你就算整个瘫痪了伊朗的所有空中，可是因为你没有地面部队进去，所以造成你功亏一篑。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我们看到大家看一下，现在美军这个到这个欧洲去的是C-5运输机跟C-17重型运输机。但是运输机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我认为装的是所谓的这种黑鹰直升机或者是阿帕奇这一类的攻击直升机所以这很明显，如果装载这种直升机，就是对地攻击的武器。第二个还有一架飞机这个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就是 AC-13它是 C-13是运输机，可是为什么加个 A 呢 ？A 是攻击的意思 ，attack 它在这种 C-13运输机上面装了1.5的这种榴弹炮，可以从空中对地面发射火炮，那火力是很猛烈的。那这种飞机这些飞机有一个共同的作战的任务，就是所谓的密接支援对地作战。那密接谁呢？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这个对三角洲部队，我一个特种部队进去以后，我在空中对你可以实施火力的直接支援，不管用直升机或者空中炮艇对你实施火力支援。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研判，美军三角洲部队进去，用这些对地支援作战的这个战斗机到了这个欧洲地区，极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美军这次会采取这个除了说空中作战之外，它很可能会采取对地的攻击。那目标很可能就指向他们的精神领袖哈梅尼亚。那哈梅尼亚目前好像也策划了他所谓的 B 计划，准备要逃亡到莫斯科。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是这种感觉。好，确实现在确实，我们请导播放到下一张 CG。哈米尼现在确实根据了解是有这种逃亡的计划。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有俄罗斯的协助之外，其实呢也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不管是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大陆，现在为止，除了刚刚厉将军帮我们提到的伊朗补进了非常多的导弹，增强自己的导弹之外，其实中俄也非常的给力给了许多的武器。等一下一起来看。那其实伊朗现在内部也有许多自己的危机，包括它的这个抗议早就已经延烧了快要2个星期了。那现在当地呢1半以上的省份50多座城市都不断的爆发示威镇压升级已经造成36人死亡。刚刚特别提到，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又给了伊朗哪一些支援呢？首先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部分，给它的是数千吨的军用固体的火箭燃料，还有飞弹零组件、长程的这一种防空飞弹系统，甚至呢传出这一些都是传出的。下定了100架的歼10C，疑似还有红旗9B跟歼20等等。那么德黑兰的街头更是拍到了大陆制的反无人机雷射系统神农系统，真的是这样子吗？来看到俄罗斯了，2天之内2架5架俄罗斯的运输机降落在德黑兰，传出这当中还包含了这一款浩劫攻击直升机，甚至也有消息指出，确实哈米尼是不是已经在俄罗斯的帮忙协助之下，接下来会启动逃亡的这个 B 计划呢？必要时就会到俄罗斯去避险。所以接下来要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中俄武器真的要来帮忙了吗？能够打下以色列跟来自于美国的攻击吗？甚至有可能反击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情势是有点混乱有很多讯息都是谣言很难去证实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以色列跟美国对于伊朗的攻击，那是卯足全力来打的打了结果怎么样？因为地面部队是不能够介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伊朗本身它是100多万平方公里它的国土面积是164万8000多平方公里，很大它的人口数很多，8000多万人口再加上伊朗的国土
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它是一个中切的啊。所以美国在过去好几届的政府都试图想要去攻打伊朗，没有一个政府敢下这个决心。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投进去的话，全部会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中切的一个领土里面，基本上它跑不出来而且也作战没办法打进去，而且基本上因为人口数太多，逊尼派的凝聚力很强，80%以上都是逊尼派的，不是什叶派的。80%以上都是什叶派的这些人，他们的凝聚力很强，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曾经尝试企图，但是最终不敢用地面部队去打。美国曾经想说，我先把阿富汗打下来，再把伊拉克打下来，那这样的话，我就东西夹击这个伊朗，我就有一个出动地面部队的支撑点。我先用火力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对于伊朗实施这个密集性的周波性的饱和性的攻击以后，我再把地面部队打进去。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没有办法如愿。第一个就是他在阿富汗建立不了根据地，因为在阿富汗他占领了以后，本身就受到塔利班游击部队式的袭扰。第二个，他占领了伊拉克以后我们看到伊拉克跟伊朗都是属于什叶派的人，伊拉克很快的就改善了跟伊朗的关系，伊朗的民兵组织就进入了伊拉克，所以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内却面临了伊斯兰国，也就是逊尼派的对于他的反扑，所以美军卷入在伊拉克的一个作战，所以他2个基地都没办法使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巴基斯坦了。巴基斯坦跟中国是铁杆的兄弟，美国也不可能使用巴基斯坦的基地来对于伊朗实施攻击。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讲，他根本没有任何切入点，他找不到任何切入点，所以他的地面部队根本就不敢派进去。这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政府从来做不到的事，也不敢做。那唯一能够用导弹来攻击，可是导弹的攻击，中程的导弹是昂贵的。以色列如何来炸这个伊朗呢？所以我们看到他最终后来是派空军轰炸机进去，美国也是派轰炸机进去，因为这个中远程的导弹是贵，而且产生效果不大，要派轰炸机。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大陆协助伊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红旗9的一个导弹，那就要看伊朗本身的这些军官、士兵们对红旗9的使用的熟练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套进去。伊朗的国土面积这么大，多少套进去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歼10C的一个采购，你采购了到飞行员的训练形成战斗力，这还早，所以它能产生的功能效果，我们不能够把它列入计算。有关于歼20，那是别想，中国大陆歼20是不外销的，所以这绝对是谣言，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打下无人机的雷达系统，这个比较容易。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色列跟美国来讲，放话的成分极多，但是搞内部颠覆的可能性是最高。这也就是为什么突然间伊朗内部爆发出一半的省份都有因为通货膨胀而爆发的矛盾跟冲突，这个倒是美国 CIA 的专长了。委员又怎么看？那哈米尼现在是很危险了吗？另外一方面就是美以，然后中俄伊这样，委员又怎么看？美国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不叫打伊朗，他打2样东西：一，伊朗的教师政权；二，伊朗的核设施。对于这2个性质，跟委内瑞拉那个性质不太一样。目前的伊朗的教师政权已经开始动摇了，所以这个要他更动摇了更厉害，他当然会用武力来施压嘛。武力来施压的话，哈米尼当然要藏好一点嘛，因为教师政权的5大家族，说不定就是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因为包括三角洲部队啦，包括以色列的精准炸弹啦，然后要把伊朗的教师政权当作真主党那么容易铲除，也实在是不太容易啊。但是话又说来，又很容易，为什么？这些人真的没地方逃。你说哈米尼可以逃到俄罗斯，俄罗斯不可能所有人都收嘛，5大家族都收也不太可能哈。那现在这个伊朗的教师政权的确已经到了伊朗人民天怒人怨啊，
这个贪污啦、腐败啦、垄断商业啦、收贿啊、卖官啦，无所不用其极。你只要想想哦，比清朝末年更可怕的局面都出现了。这美国就是要利用这个时机啊，利用这个时机，那所以才会放话说，你如果开枪打示威者，然后我就 K 你啊。所以现在他是在执行如何进一步动摇教士政权的一个方法，因为伊朗是向来都有世俗政权的传统，伊朗的历史上很少教士政权，这是科梅尼搞出来的，然后教士又不善于经营国家，不善于治理国家，而且将贪污腐败，所以就给了以色列跟美国可乘之机啊。抗议一定会持续下去，因为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嘛。那再加上美国的煽动，对不对？那当然会花越搞越多。那第二个就是核武器也会被炸掉啊，大概就是2样而已哈。那如果不是跟这2样，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关系，因为它重点不是伊朗的石油嘛，不是。以军现在真的是杀红眼了，这一次从3线来做开火，等一下一起来看。另外，这次卡达的雷达被美国给一箭给断电了吗？现在中东包括了美国相关的盟友是否全部都惊醒了？美制武器到底可不可信？已经画了一个大问号下去。军购大单是不是接下来会纷纷的转至中国大陆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做解读。首先，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解答的3个话题。第一个，刚刚提到了以军狂轰的3线，包括了卡达、也门跟加萨同时中招，而且瞄准的对象不是只是军事的设施而已，平民现在死伤可以说是血流成河。第二个要关心的是美制武器现在被发现是不是真的都有装后门？卡达防空这一次全部成为纸老虎了，美国的信任在全球可以说崩盘，尤其中东国家。在这个时候，中国出来谴责以色列，同时中制武器能不能成为接下来中东国家的新宠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否决裂了呢？纳坦雅胡公开来呛说拒绝巴勒斯坦建国，而且他的部下还公开的顶撞川普。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个全面性的解答。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最新的消息：以色列在攻击了卡达之后，他最新把战火指向了也门这个国家。以色列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包括在也门的军事总部、加油站这边被轰炸之后，一夕之间全部都变成了废墟。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行动完全是为了要报复当时胡塞组织用无人机做的袭击。这一场空袭导致了35人丧命，130个人受伤，多名死者来自首都萨那。短短的同一个时间，3线开火，刚刚讲到是卡达、也门之外，我们看到第3线就是在加萨了。最新消息，以军在8日的时候，这是来自于纳坦雅胡他说的，100万的巴勒斯坦人民，你们赶快立刻的做撤离。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轰炸。他说呢，哈马斯，你如果接下来不交出48名的人质，不放下你的武器，那么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全面的总攻，使用的是强烈飓风来做总攻。这话都还没有说完，纳坦雅胡就已经开始做了全面性的攻击了，包括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瞬间变成平地哦。短短的几天，纳坦雅胡还很得意的说，我已经摧毁了50栋的恐怖组织的大楼。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从2023年爆发战争以来，7月份爆发战争以来，加萨死亡人数已经突破了64500人，这当中大多是平民，而且有一半是妇女跟儿童。目前已经造成200多万人流离失所，这到底是一个反恐攻，还是已经沦为了一个无差别的大屠杀？国际社会还能够容忍美国跟以色列的行径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是以色列，他已经严重违反了比例原则。我认为这就是屠杀，因为从前年的10月7号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2年。你看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对巴勒斯坦人总共屠杀了65000多人，那么多还在继续增加，因为他这个已经违反了战争罪，违反种族，就是种族灭绝罪，非常的清楚嘛。那我们可以看，它是几个迹象。第一个，人数太多了，你才会有种族灭绝，才会有战争罪，这个违反人类罪是这样。你为啥超过比例原则？第二个，它无差别，
所以死亡的这些人数，我们不要讲过受伤哦，10几万了，光死亡人数就有一半是这个老弱妇孺啊，就是妇孺跟小孩就占了一半，你就知道了嘛，这整个无差别的杀戮嘛。另外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以色列要这么做？他就希望整个的加沙走廊，甚至跟约旦河西岸可能也是将来也是走的一样，就是完全犹太化。对，巴勒斯坦人就反以色列的人就杀掉，就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种种族灭绝。那我们看，那其他国家能不能容忍？我认为其他国家是不能容忍。但是我们知道，其他国家有双步困境。第一个，他不能容忍，因为以色列杀太多了。但是呢，他不能表达。其他国家怎么表达呢？他敢反对吗？他敢批判吗？他敢对以色列挞伐吗？没有办法。你看其他国家的时候，有时候噤若寒蝉啊，闭口不谈。为什么呢？因为他有3个依赖。这些国家，全世界国家3个，第一个，他对美国有经济依赖。你看美国的关税也好，美国的贸易战也好，他这个为什么？大家都要赚美元啊，都要跟美国做生意啊，那你还敢对以色列做批判吗？因为你骂了以色列或者对了美国这一方面的这个动作，美国是开绿灯嘛。对。那你不让他炸卡达什么，炸杜哈，他的首都怎么会那么方便？开绿灯嘛。那你敢骂美国吗？没有，因为经济利益的关系，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没有办法。所以他3个依赖美国。第2个依赖美国是什么？军事依赖。你看很多的这些国家，相关国家都向美国买武器，有军售，也有国家，有非常多国家有美国的驻军，你敢讲吗？你敢批判美国吗？对，你就不敢批判以色列了嘛。第3个，有些国家很多的国家区域安全也要靠美国，那你都靠美国了，你第2个依赖就是军事上的依赖，你靠美国，那你还敢对美国指三道四做批评？那个敢骂以色列吗？不敢。所以所有国家注意看都噤若寒蝉，都不敢骂。那第3个依赖什么？第3个依赖就是外交，因为美国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所以各个国家都要看美国洞见观瞻。你敢骂美国，你的外交是不是都要靠美国？那在外交的市场、外交的领域、外交的这种平台上面，都要靠美国。有时候美国来说话的话，影响力可能是一个小国的100倍影响力了。所以在外交上也依赖美国。这3个依赖，军事依赖也好，经济依赖也好，外交依赖也好，让这几乎世界上所有大多数的国家都噤若寒蝉，都不敢讲话了，让这个以色列的忘所欲为啊，得寸进尺，才会有3线开战啊，对加萨、对胡塞组织，甚至对卡达，都会进行3线攻击。我想这是有美国的默许，其他的有不得已的苦衷。好，经济上或者是军事上面的需求，许多的国家是不敢多出声啦，不管是对于以色列或者对于美国，但是有没有可能私底下他们就暗中的往不管是这个反以的联盟，或者是往中国大陆做靠近呢？今天我们也会做解读，尤其在军事武器上面，这一次以色列它空袭了卡达之后，引爆了美系武器的后门问题是不是越来越严重？现在包括了多个国家有买美国武器的，都开始提出了这样子的疑问：到底要不要继续买美系的武器？等于被美国给完全的掌控了呢？专家称啊，这一次呢的攻击卡达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性的羞辱，因为你卡达啊花了这么多的钱，砸了数百亿美元买了美系啊或者是欧系的武器，结果现在全部变成纸老虎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卡达它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法制的标风、美制的 F-15Q， 甚至是爱国者3型等等的武器，还有瑞典的中远程的防空飞弹等等，全部都成了纸老虎。那这一次的攻击 ，CNN 也说了，以色列的袭击让川普的威信成为了一个严重的受损。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出来谴责以色列的同时，也强调他支持巴勒斯坦人，批评以军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么其实中国早就已经成功促成了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在这边的一个复交，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美国连盟友的雷达都可能会关掉，有这个后门断电的这件事情，那他的武器到底还能不能成为靠山？中东国家会不会暗自中加入这种反以甚至是中国大陆的势力，向大陆买武器呢？哪一些国家可能率先跳船？将军怎么看？以色列这次攻击卡达的行动，可能你可以说它在这个军事战术方面来讲的话，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偷袭行动。可是，在国际战略以及地缘战略来讲的话，却是犯下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那我先说明一下卡达这个国家的角色。卡达大家还记得，在前2个月，这个川普到卡达去访问的时候，
卡达还送了他一架这个空军1号的747的飞机。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卡达还曾经办世界足球运动大赛，在卡达举办，所以卡达有它国际的地位哈。它之所以有，而且卡达最重要的，它被认为中东最和平的地方。为什么是中东最和平呢？因为它可以容纳各方的意见，大家都可以到这边来谈判，来这个交涉哈。然后所以说，不管是哈马斯、伊朗或干嘛，我们每次看到国际之间有重大战争，必须要面临谈判的时候，大概都选择卡达，因为它等于说是完全开放，保持一个中立立场哈，容许你各国来参加。那卡达本身来讲的话，它不是省油的灯，它能够提供这些国家然后到这边来谈判，一定有它安全的保障。那我细数给各位看哈，它安全保障有哪些？它的 F-15战机有36架哦，然后阵风战机有24架，台风战机有36架，幻象2000有12架哈。总共加起来100多架的美欧战机，大家不要小看这小小一个国家，它有100多架的美国跟欧洲最先进的战机。除此之外，它光爱国者导弹有11套，它还有萨德导弹，比爱国者还多，有12套。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它有短程的刺针飞弹啊，这些导弹它都有哦。所以可以说，它事实上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小国，它军武是很强大一个国家。它除了因为它卖天然气嘛，它国家本来就很强，而且他很擅长经营，他这个因为他是皇太后他们在掌权了哈，他很有这个头脑，他已经国家在转型，朝珠宝啊，朝这个流上实行，朝这个方向去走，所以他才会办这个世足运动会嘛，提升他整个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的形象。那我们再看这次以色列的攻击行动，这个卡达距离以色列直线距离，这中间要飞过约旦、这个叙利亚还有沙烏地阿拉伯这几个路上飞行的话，直线距离是2228公里哈。那你知道他们以色列来讲的话，这次如果他用的是 F-35隐身式战机，它的作战半径1200公里，所以它中间要经过2-3次的加油。那如果说它走公海，也就是从红海那边绕到阿拉伯海再绕上去的话，其实那个距离就更远。那另外来讲，大家注意到卡达除了它自己本身有这种防空雷达、防空武器之外，另外在旁边还有一个乌代尔空军基地，美军的乌代尔空军基地。那你想想看，美军可以容忍说有其他的飞机接近它的乌代尔空军基地吗？所以我相信美国来讲，在乌代尔一定也有雷达这种设施。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极可能你要说美国说完全不知情是不可能的。那谁提供以色列空中加油的？要加油2-3次，雷达你说隐身式战机或许看不到。但是加油机一定看得到，这加油机是没办法隐身的。第二个来讲，为什么所有雷达都没看到？就算是这个卡达的空军都在睡觉好了，那美军乌代尔空军的这个雷达也都在睡觉吗？所以你如果说是这个这是川普要完全撇清责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当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美国没办法再提供中东甚至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一个安全上的信任跟保证。那我买你国家的武器，你可以把我远端遥控，把我关机。那我信任你，让你在我这边来开会，结果你让以色列来攻击我，对不对？就像是我们就是因为信任你，我才去那边开会，结果我到那边以后，你美国放手让人家来攻击我，我以后怎么跟你谈判？所以我觉得，包括不只是中东了包括全世界很多的国家，从此以后就对美国就不会再信任，也不敢再买美制的武器，也不信任美国可以提供他们国家一个安全保障。所以我认为卡达这个以色列这次的行动在军事战略上面或者是地缘战略上面，跟美国都犯下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中制的武器有机会迈进去吗？那绝对有机会的因为来讲的话，中制武器我们看巴基斯坦干嘛？它唯一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说我东西卖给你以后，我就卖给你了你应该有技术，该有什么东西我都提供你，我不会在远端遥控。但是美国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它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我再举一个国家为例好了，譬如说美国阿根廷要买战机，它本来要跟法国其他国家买，美国说你不要跟其他国家买，我卖给你 F-16。为什么美国主动要卖给他 F-16的？因为这个阿根廷旁边有一个岛叫福克兰群岛，那是英国的。那如果说美国可以远端遥控阿根廷的 F-16战机来讲的话，就控制阿根廷没有办法去攻击
这个福克兰群岛，所以美国都有它存在的一个目的嘛。那试想想看，我们台湾的美制武器会不会也遭受到这种远端的遥控？是好，那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对于以色列已经是管不住了吗？等一下请这个苑老师来帮我们看哦。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那纳坦雅胡他最近呢，在这个西岸的屯垦计划签署仪式上面语出惊人，他又说了，呛虾我不会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因为什么呢？这一块土地根本就是我们以色列的啊。与此同时，美以的关系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火药味。当时这个川普对于以军空袭卡达，他说我不高兴，但是以色列最新他的驻联合国大使公开顶撞华府说，我们以色列做的这些事情不是总是为了你美国利益来做的啊。那其实最讽刺的是纳坦雅胡过去他其实多次的强调说，川普是历任的美国总统对以色列最好的，美国现在到底管不管得住以色列？会不会出现一个反以联盟呢？现在大家对于以色列跟美国就不信任了，苑老师怎么看？我强调了好多次，美国跟以色列有伦理关系，但是以色列我讲明白了，以色列是美国的爹，是爸爸，然后日本是美国的儿子，我们是美国的孙子，这个伦常关系就不能乱伦，要搞清楚。要搞清楚，所有的事情都好分析。以色列这件事情是改变历史格局的一件重要的大事，他犯了4个大错误。这个是以色列我提出一个结论：主权国家随意乱打，飞过2000多公里去乱打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就是卡达尔，首都在多哈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破坏这个2次大战结束以后的秩序，国际秩序，就国际秩序，而且大陆整天叫的国际秩序。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卡达在中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你看刚刚就讲到世界杯啦，还有讲到说是这个他们很有钱啊，送了川普飞机什么的，他们还有半岛电台啊，而且人家卡达几十年来一直是中东和平商谈的重要地点啊，一直以为卡达认为自己就是中东的新加坡所有的情报都在卡达交换然后呢，也都认为中东一定要有卡达这个地方那现在以色列说干就干完全没有考虑到卡达本身，而且他攻击的是使馆区那个攻击的那个大楼里面的干掉了5个人，那5个人正在谈美国的建议对不对？离大陆的大使馆只有800公尺那还得了他攻击是最重要的。我就好像是大陆的朝阳区是他的使馆区一样，他攻击那边。然后第3个，卡达本身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乌代德的这个军事基地就是在卡达的，里面跟美国关系好得不得了。对美国来讲予取予求这个小国家以为自己很厉害。另外的话呢，就是以色列跟美国联合起来在搞这个卡达。那一开始讲的话，卡达觉得是我说句良心话，卡达的外交部长也是他们的这个总理，跟吃了大便一样，感觉难过的要死，硬吞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直问我的问题，那阿拉伯国家当然会要反美了。他这样搞下去，他有什么前途呢？对不对？你想想，伊朗现在一点地位都没有。我们那个93阅兵的时候，在伊朗都在后头佩泽西好像坐在后头那前面就是普丁那个金正恩对不对？就这个国家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他们当然为了恢复地位，那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试一试。赶快来关心在中东的情势。以军在狂轰了卡达之后，我们要来看到到底为什么这一次各国包括卡达自己内部的雷达全部都失灵了呢？卡达这一回非常的愤怒，他怒吼要拉着中东的国家，尤其自己来带头揭竿起义，要来痛打以色列。那么中国大陆的使馆在这一次差点遭到以色列的这个事件波及，北京接下来会忍吗？今天这一节我们都会做一次深度的分析。首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赶快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请来宾特别就这几个问题来做解答。以军这一次飞越了1700公里这么远的一个路径，结果卡达的首都杜哈遭到轰，那是雷达是全面的失灵了吗？还是美军其实在装聋作哑，甚至有协助以色列的迹象呢？第二个事情，我们来关注卡达这一次怒吼了，他终于是看不下去了，要揭竿起义，拉着其他中东国家一起说要反击，痛打以色列。他真的有这个能耐吗？他的豪华战力能够为他自己撑腰吗？中东火药库是否要正式的引爆了？今天的第3个问题，纳坦雅胡这一回杀红眼了，他这一次的轰炸大使馆区全部照样轰，包括了中国大陆的使馆差点遭到波及，这一口怒气，北京能够忍下去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做解答。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的，以色列9号刚刚说了，飞越了17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直接
攻击卡达的首都杜哈，这不是一次空袭而已，这是一场战略上面的羞辱。为什么这么说？杜哈这个地方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各国国际外交跟情报的一个心脏地点。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各国大使馆、联合国办事处，全部都位在这个地方。这一次的炸点更是离中国大陆的使馆非常的近，竟然现在看起来只有800公尺。这么近的一个距离，差点就是要轰到大陆去了。那么卡达总理这一次可以说经过了这件事情，他感到是颜面尽失。所以最新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你美国是在袭击前发生的10分钟后才紧急通知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美国总统川普说：“我是无辜的，这些都是纳坦雅胡所做的决定其实真的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大家也在看说，到底那这一次的雷达是出了什么事情是全面失灵吗？美军在卡达有7大基地，加上多国都有这种雷达防空网怎么可能会让以色列的这些战机可以飞到1700公里的距离，完全不会被侦测到呢？这个是来自于亚洲国防安全的网站，上面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一次的打击确实也确立了卡达的数百亿美元打造的中东最先进所谓的防空系统根本有问题因为它其实都拥有这些最先进的武器，包括了美制的爱国者3型，甚至是挪威的武器，现在怎么都会全部沦为摆饰品了而已呢？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一次雷达集体的失灵，是以军的技术还是美方的默许呢？那卡达号称它拥有最现代化的空军跟防空，为什么这次看起来完全没有用？蔡委员怎么看？这一次以色列能够飞到卡达去攻击哈马斯的据点，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2个原因。第一个，以色列的电子作战系统相当成功；第二个，很可能卡达收买的美国武器都有后门，所以后门又被以色列所掌握住了，因此没办法发挥功能。所以不管是电子战，它没办法发挥功能，或者有后门被操控了，没办法发挥功能。就是本身是一个阴谋存在。另外一个就是说，以色列要飞1700公里，是要飞越沙特阿拉伯的。对，那你沙特阿拉伯很明显的完全不知道，要不然在飞行期间，沙特阿拉伯可以把它击落，或者直接告诉卡达有飞机朝你方向飞来，结果沙特阿拉伯也完全不知道，或者保持静默，这里面重重疑云。而在疑云中的疑云是什么？据了解，这一次的哈马斯为什么要在这个房子里面召开一个蛮大型的会议？有中阶干部，有高阶干部，但是被炸死的都是中阶干部，高阶干部还没到场，本来要开会还没到场，逃过一劫。那有趣的来，他们为什么要开会？原来是美国透过卡达递了一个停火方案，给哈马斯的这些干部开会讨论。他们正要讨论，结果以色列怎么会知道这批人在那边讨论？那知道这边讨论了以后，时间地点一清二楚，所以以色列就要来一个擒杀，也就是一网成群来击杀。谁会知道？这奇怪啦。所以是不是哈马斯的情报不好，还是美国的情报跟以色列情报很灵？那当然现在是说这个情报是由这个以色列的国内情报局叫做辛贝格所提供。那辛贝格在上一次哈马斯推动所谓的阿克萨洪水行动的时候，辛贝格完全不知道，所以证实辛贝格是一个很不够格的情报单位。那现在呢，从反面的来讲，这些哈马斯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到场开会，你就发动攻击，那显然辛贝格也是有点的弱气啦。对，所以从战争上来讲的话，这个哈马斯又逃过一劫。那这样一来的，以色列的哈马斯以及加沙走廊问题就更无解，而以色列又把卡达得罪了，导致到今天为止，沙特阿拉伯还保持静默，也是令人很狐疑的一件事情。美国呢，装无辜。不是我决定的，但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阻挡？你知道又不阻挡，那你就是纵容。那纵容你又
把卡达当作好朋友，就卡达现在被出卖了，因为是攻击以后10分钟，他才怎么样接到通知？难道以色列告诉美国说我几点几分要攻击，故意提前了吗？所以每一项都有无法去解释的疑云，那这个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慢慢浮出。那不管如何，以色列现在已经成为中东的众矢之的。那你说因为距离中国大使馆所以很近，所以中国会不会报复？不会的，中国只会表达生气，不会报复。中国的最长的长处就是会忍，忍者不是龟啊，忍者忍。那至于这个卡达说我生气，我要标杆起义，我嘲笑他，有钱人做不出新花样。他的人均 GDP 已经9万块美金了，这种国家不会随便去打别人，因为只要他自己没有损失的话，彼此摸一摸，面子没关系啊。那你说沙特会支持他吗？不会。卡达只有200多万人口，而且只有一半是阿拉伯人，另外一半是巴基斯坦跟印度人，所以卡达这个国家，不是我唱衰他好好去扮演这种外交折中的角色。那你说要尽到保护的责任，他还是力有未逮的。好，谢谢委员。好，所以确实卢委员帮我们看到这个卡达等于说自己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被美国给出卖了呢？那卡达的总理这个时候就跳出来，穆罕默德说：“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我要揭竿起义。”会不会只是喊喊的？不管怎么样，会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卡达它的军力，因为现在看起来除了刚委员帮我们提到他们的经济很好之外，军力部分好像也不会太弱。等一下请赖老师帮我们做比较深入的分析。先来看他的兵力是26500人。那么其实呢，他靠着他的丰富的石油跟天然气，早就已经做出了一支非常豪华的军队。先来看看他的空中有哪一些的武器，包括他拥有法制的标风，那他也有台风，甚至美制的这个 F-15QA 等等，号称是海湾最现代化的战机群。再来看到地面的主坦克了，它有62辆的主坦克，搭配的是美国的爱国者，甚至还有来自于挪威等国家的中长程防空系统。军购的来源确实都比较多元，但是现在看起来大部分都还是以美国跟欧洲为主。清单可以说都是大家看到这个都是最尖端的货。好，在这一起攻击发生之后，现在当然了，欧洲国家都站出来轰以色列。首先，英国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宏都已经开始表达了非常的不满。德国外交部跟大陆的外交部也都出面来谴责，担忧这个地区的局势恐怕因此紧张而升级。到底卡达会不会揭竿起义，带头带领中东国家对于以色列来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攻击跟反制？它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呢？还是口号大于实力？哪一些国家愿意跟卡达站队？赖老师怎么看？可以很确定的说，是口号大于实力。第一个，他个人的实力都做不到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客观环境的限制。所谓的客观环境的限制，就是美国的武器，当时你跟美国人买的时候，就必须要签下这个协定。这个协定就是不能用美国的武器去打美国的盟国。以色列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国，或者是说美国是以色列最坚实的盟国啊。那换言之，也就是你绝对不可以用美国的武器去打以色列。那这样的话，你的武器就去掉一大半了。那你剩下的就是法国的武器跟英国的武器，就是欧洲武器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欧洲的武器你本身也需要空中加油机，然后我们就问，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穿越那么多的国家，这些国家会不会让你穿越？对。然后避免他跟以色列以色列认为说你被他穿越了，然后他也来攻打你，或者是爆发冲突。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不团结的，都太富有了。每一个国家都太富有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不会团结在一起。开会可以，吃吃喝喝，外交礼节可以，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打仗的话，这要死人的，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管是沙特或是阿联酋，他们不会跟卡达站在一起，说我今天我就跟你组成一个多国联军，我们来去攻打以色列，这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卡达是不是可以无所作为呢？不，他事实上可以有所作为。他过去就是这样做，我觉得他现在还是这样做，他未来会变本加厉的做。为什么？因为卡达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钱多，
第二个，它国际黑市军火市场的管道多；第三个就是它跟俄罗斯跟很多地方它的秘密的关系是很多。最重要一点就是它跟中东地区的，例如说像哈马斯、像也门的胡塞组织，或者是像这个黎巴嫩啊，他们的本身的这些军队，其实他们的关系都非常的深。因此它是完全可以资助国际的恐怖主义分子，它完全可以资助也门的胡塞组织。所以我相信啊，卡达他应该会采用不同的一个策略，就是他现在表明的很生气，而且他有这个反制的权利，但是我相信卡达会采用的是给更多的资金，给更多的先进的导弹送到也门去，由也门的胡塞组织来去打以色列，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那这样看起来就是靠着其他的国家跟以色列可能会爆发更激烈的全面冲突吗？那或者是大陆的角色等等，老师又怎么看？ OK， 我觉得这次非常有趣啊！我觉得世界很多的战争，因为所以你和我有仇恨，我们就直球对决。你看以色列啊，最后跟伊朗，但之前呢跟哈马斯等等真主党，这已经战了这么久了，2年了。那么这一次呢，甚至目标打到了卡达，而且当时你还记不记得，伊朗当时要反击他的时候，还用卡达做目标，说要打卡达的美军基地，那卡达很可怜啊。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到底呢卡达是谁要支持他，还是谁要呢这个协助他，谁要？ 这个背叛他，大家记不记得在5月12号，卡达总理还送了一个波音747给了美国啊，121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因为世界上很多战争是代理人战争，以色列基本上我认为啊是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之一啊，因为我们都看得出来嘛，在6月24号的时候 ，GBU-57就一个这个生土炸弹就炸这个伊朗，当时大家都非常清楚，川普就1亿的支持以色列。好，那你刚刚问到的是中国，其实在 背后的另外一股势力，假设把伊朗当作前线的代理人，当伊朗也有很多其他更前面真主党的代理人的这个意识存在，但他当时想要质疑伊朗也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里面太大了，所以这里有2个重要重点，一个是美国他现在到底他的呼声要怎么去表态，第二个呢是中国呢要打，他其实一定是另外一种势力，一定是想压以色列，因为他已经谴责以色列这2年谴责了非常久，重点是这一次哦。 他要师出有名，因为师出无名，他打下去是不对的，所以说他要怎么做，他也做不下去。但是以色列也知道，所以以色列也不会打到他，差个800公尺，就是差100公尺也不要打到中国。万一打到，我跟你讲，中国师出有名，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我觉得中国你说要怎么样，他一定在最少现在声势中，因为战争他也不能随便出兵出力啊，但是声势中他一定是绝对会谴责以色列，而且呢，假设啊，就是说。 卡达如果再被更这个深入的被美国在后面又在支持的话，我觉得中国这时候啊才会有一些理由呢去做他该做有的动作。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中东情势。今天来关心的是纳坦雅胡是否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伊朗神秘现在正在 进行建设当中的就是它的这个神秘碉堡，等一下会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细节哦。那么现在正式的曝光了吗？再来就是关心了，是不是伊朗在背后未来还会有中国大陆的势力？中国的影子舰队是否来协助运送一些设备，帮助伊朗做它的飞弹升级呢？我们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关心今天的这个开场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一起来做回答的。首先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纳坦雅胡这一次是否 误中了来自于伊朗的圈套呢？因为纳坦雅胡他说啊，他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到底是他为他要打战前铺路，还是他落入了伊朗的圈套呢？第二件事情，刚刚在讲的十字号山，就是现在伊朗正在偷偷秘密打造的这个终极核碉堡，正在打造，据传比福尔多更深。 深度最多达到100公尺哦，美军是否过去它的钻地弹的这个杀手锏是否还能够打穿它呢？最后我们来关心是否在这背后伊朗有中国大陆的影子舰队会出手吗？它的关键行星搅拌机是否帮助输入给伊朗，来帮助它在做飞弹的量产正式进入倒数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来做
关注。今天最新开场，我们先来关心到的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这一回再把军事焦点指向了伊朗。他怎么说？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纳坦雅胡说：“我掌握到了来自于伊朗，他现在又在偷偷的隐藏这些高浓度的浓缩铀，地点疑似现在也找到了，就是要来替新一轮伊朗的军事行动要来找借口吗？”这是来自于纳坦雅胡的说法。当然，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方面是不是有备而来了呢？他最新宣布公开处决被指称为是摩萨德最重要的间谍之一的一位男子并且怒控以色列他渗透伊朗的政府机构，企图夺取这些最核心的机密。双方你来我往，似乎打的就是一个情报战。中东局势现在更紧张了，恐怕会有大规模的冲突即将要爆发了吗？我们先来关心纳坦雅胡，他高调宣布说找到了伊朗的浓缩铀，是想要替攻击制造一个正当性吗？因为他说找到了这个位置，他已经把情报提供给美国了，是想要再做另外一次的攻击吗？是真情报还是假情报？另外，伊朗真的有这么笨吗？他会就这样子很容易的让这个摩萨德取得这样的情报吗？还是他故意制造假情报，让以色列落入圈套当中？介大使怎么看？我想就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伊朗是他在区域内最危险也是最威胁最大的一个敌人。那只要有伊朗存在一天他就很难的这个叫他就不会感觉到舒服的。所以在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关系会永远都处于一个紧张状态。而且借着整个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对这个以色列政府的高度的支持的情况之下，他们前几个月已经对伊朗进行过攻击了。那么用了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钻地弹，那是美国库存也不多的钻地弹把它的地下的这个核设施川普是说销毁得很彻底，可是呢有人存疑，那也有人说事实上话那个地下核设施被这个攻击的前几天伊朗已经把这个浓缩铀这些都已经移走了，这都没有办法获得证明。川普的讲法是说消灭得很清楚。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又说我们又找到新情报了，有400公斤浓缩铀，这个量非常的大，非常大的一个量，而且他现在埋得更深，是地下100公尺。那意思就是说还是要想办法把它摧毁。那只要我觉得这个情报在反复的验证之下它得到确实的话，我想在适当时机的话，美国跟伊朗应该还是会这个联手去美国跟这个以色列还会去联手想办法摧毁这个伊朗这个地下核设施。不过这时间之窗也不大，因为必须要在这个川普仍然掌权，而且是有效掌权的这个方式之下，如果说川普不掌权了，或者川普卸任的话，我想要继任的总统很难会接受叫以色列对伊朗进行这样子这种攻击的。不过就变成这个同时期，伊朗也处决了一个穆萨德的间谍这显示事实上伊朗也正在怎么清理门户。因为伊朗事实上每一次好像都没有国家机密。人在哪里，人家以色列也搞得清清楚楚。你和最机密的东西藏在哪里，人家搞得清清楚楚，那就是出了内贼嘛。人家穆萨德的这个情报做得很确实嘛。那不过我们在这些各种刑事研判的时候情报一方的情报是不够的。情报的这个基本上它是2线、3线甚至4线。一个情报出来，找 A 线过来，要 B 线去确认。B 线的再确认后还要 C 线，这样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什么精准的情报，而不会这个钻地弹用下去了，结果又没打到。所以呢，我觉得伊朗只要有机会的以色列只要有机会不会放过伊朗的。那美国川普事实上的话，他是会配合伊朗的，配合以色列。所以这个情势，我觉得危机没有解除。那么只要有确切的情报，有一个恰当的时机那么美以联合再来攻击一次伊朗这个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好，所以注意到了，接下来这个美以针对这个
战争，针对伊朗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在引爆。尤其现在我们要特别来关注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才提到嘛，6月份的时候，美国不是才派他的轰炸机去 B2 轰炸机去攻打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吗？这一座是它的纳塔兹的核设施，但是我们看到，攻击完之后，非但这个伊朗没有停手，反而在加速建造它的地下的核设施，而且呢，这一次根据了解是规模更大的，它正在秘密的建造当中。这个核设施叫做十字号山地下核工程。等一下，我们一起干哥来带我们了解现在正在秘密建造的这个核设施的一些基本档案。它这个地点呢，其实距离上次被 B2 轰炸机轰炸的这个纳坦兹的地方只有1.6公里的一个距离而已哦。那么根据现在卫星影像的最新显示，确实呢，这个隧道正在加强它的稳固当中，外围的防护也在强化当中。重点是可以看到它的气土量增加，所以呢，好像随时都在建造当中。最深，甚至是可以达到100公尺的，比过去任何的核设施看起来都更具有隐秘性哦。更骇人的事情是，上一次其实美军在攻击之前得到的资料是，伊朗已经囤积了大概900磅，也就是浓缩至60%左右的一个铀。那一批铀到现在其实是还没有找到的，现在又再加上这个新的核设施，到底伊朗在秘密计划什么？这个核设施到底有什么特别，有多隐秘？那经过强化之后，美国它号称能够摧毁它的地下核设施的这一款武器 GBU-57还能够奏效吗？干哥怎么看？好，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这个十字镐地下核工程。可能大家还记得上次美国的那个 B2 轰炸机，他们总共有派出了7架，然后每一架飞机上面带着2枚应该叫做炸弹之主GBU-57巨型钻地弹巨型钻地弹这个刚刚大使讲真的没有多少颗美国大概就上次就用了库存的一半，14颗打掉了。那这种巨型钻地弹有多大呢？整颗炸弹有3万磅之重。也就是15000公斤，那是非常大的炸弹，所以被称为炸弹之主。因为俄罗斯有个炸弹之父，然后美国还有一个炸弹之母，改天我再跟各位介绍，这个是一个家族啦，就是代表说他们都是非常，它是以重力加速度为本，在进入这个目标之前它会启动延时引信。延时引信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钻到地面，到了里面才爆炸，这个叫做钻地弹的意义。那以前美国早就有这种钻地弹，就我刚才讲的炸弹之母但是这更早在越战的时候还有用越战的时候是 GBU-28精灵炸弹，那个时候打进去，我跟你讲，只能打6公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越共都躲在那个地底下，可是后来发现没用，为什么？因为越共到处跑，所以打了这边，他跑到那边，所以后来这种精灵炸弹变成毫无用武。到了这次对付伊朗的时候，用这种炸弹反而是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固定的，不会动的那以前只能打6公尺，你怎么打得到？所以后来美国发展出了这个炸弹之主 GBU-57之后，号称可以打60公尺，是以前 GBU-28的10倍，它可以打60公尺。不过现在问题来了，纳坦兹听说他在地下100公尺，难道川普你要再派 B2 去吗？这次打得到吗？而且我们看最近纳坦兹的这个地下，不是纳坦兹，就是在十字号，上次是攻击纳坦兹，这次十字镐只距离纳坦兹1.6公里，这么近。我告诉各位，十字镐在5年前就开始进行工程了。但是非常神秘莫测，摩萨德的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在进行工程，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有核子痕迹，也就是说有核子的相关资材跟那个设备的进驻，所以当时他们也在怀疑这到底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伊斯法罕、有福尔多、有纳坦兹，有这3个地方了，怎么那还有多出一个十字镐？这是在干嘛用的？所以当时并不能确定，现在终于能够确定了。原来这个地方挖的比以前更深，到了100公尺。我今天要讲一句实在话，以色列空军
没有能够对付这样的目标的武器，到时候还是要川普出手。希望川普能够搞得让他自己能够连任，不然的话，要再次发动攻击的话，其实国际视听也很重要。我是认为啦，他已经到了100公尺，但是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上次钻地弹的那个成绩如何，各方说法莫衷一是。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没有用的话，那还会在纳坦兹原地起炉灶。显然是有用的。那现在这个900磅的武器级浓缩铀到底还剩下多少？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摩萨德那边一定会有情报，所以尼坦雅胡他也保留，说我当然知道放在哪里啊，我也知道他们现在要新建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山。那问题是，以色列本身是没有办法摧毁的，到时候还是要请美国来帮忙。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伊朗要发展核武的决心是不会终止的。今天不管任何情况之下，他可以对国际社会示弱，但他在私底下他绝对会继续发展，因为武器级的核设施跟核子弹是像这样子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保障自己安全的必要手段。印度也是这样，巴基斯坦也是这样，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美国的强制的措施跟以色列联手攻击，那是不会有真正达到效果的一天。好，谢谢干哥。好，确实如干哥刚刚帮我们提到的，这个伊朗持续的研发它的这个核武设施的发展是不可能会停下来的。另一方面，除了在核武之外，现在伊朗要强化的就是它在它的飞弹上面的生产了。据传这背后可能还会有来自于大陆的帮忙吗？因为来自于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了，说，确实啦，你伊朗想要现在在做飞弹，但是你还是缺少这个关键武器啊，它就是行星搅拌机来帮忙做生产。不过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支持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尤其过去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呢，中国大陆可以躲避美国的制裁，把伊朗的石油洗产地之后输入到中国大陆，现在要他去给这个伊朗运送一台所谓的行星搅拌机，应该不会太难吧？聂老师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态度？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对于生产飞弹来说，到底这一台机器有多么的关键？那中国大陆他会愿意透过他的影子舰队来帮助伊朗吗？聂老师又怎么看？好，那世明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呢态度非常清楚，当然会。那再怎么讲呢？我们讲全世界有8+1个核子大国，除了安理会的5个国家以外，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中俄美英法。那美英法属于这个体系，中俄属于这个体系。那93阅兵大家很清楚，还多了一个北韩。那当然还有巴基斯坦和印度，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说有呢，好像又有没有？其实它就是有。反正8+1，现在呢这个势力呢有点势均力敌，因为美国很多，那中国再加上北韩不会输。但中间你要知道，现在这些所谓的国家把这些国家用邪恶2个字叫邪恶轴心国，里面叫 CRINX 啊 ，CR 中俄，还有一个 NK Inc 的 NK 北韩，中间是什么？伊朗。这是一个 team， 当然就会，所以中国在最后一定会帮忙，但是中国不敢随便得罪美国之下，各位想想看，这个伊朗这么大，以色列这么小，结果以色列呢去打他的飞弹基地，结果在6月10号还真的摧毁了不少，认为他可能不行了，而美国呢当然要支持以色列去把伊朗，甚至打了伊朗，后面的中国实力就会减弱，这时候还 GPU 武器就嘣，深土炸弹把它钻进去了。核能当然也损失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完全解决。好，重点来了，现在伊朗要重建。美国说你不可能很难啊，可是卫星拍到了 ，satellite 就看到，他们真的在重建，怎么有办法呢？你有行星搅拌器吗？什么叫行星？大家都知道嘛，哈，太阳系旁边行星就像叶片这样旋转，非常稳健的旋转。我跟你讲，各位啊，全世界有一样东西啊，我跟你讲是必须要靠设备才有办法做到这么高密度、高精密的。我讲很多东西需要搅拌。比如我们要做的很多精密的东西，你看波沙布、波沙屑都是要非常多的石头、稀土这样去搅拌混在一起的。还有你脸上像诗敏长那么漂亮，对，如果有油怎么办？是不是要有东西去洗掉、化掉？是不是也要混合？有油水混合物，我跟你讲，搅拌机就是要把你高粘度的东西混在一起，把它混在一起就可以做。未来做飞弹的这个武器，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容易。那中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先讲一个国际的氛围。当然，这2大势力之下，当然，答案第一个是肯定中国，当然就会
在某些程度私底下帮忙，我们都很清楚啊。说不好听一点，我们讲哈马斯也好，真主党这样胡塞组织也好，就是以色列要打击的目标，它后面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后面主人就是伊朗，伊朗的后面主人应该就是中国啊。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是有层级的，所以会再来就是行星搅拌机就会，因为说实在的，大家也在传说，伊朗很多的石油怎么去到中国呢？除了这个看得到地外，也有所谓的地下通道可以输入这个能源石油，所以行星搅拌机中国一定会用。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基建非常强啊，你看他现在基建狂魔啊，他很多东西你说他不可能，他都帮你做到了，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行星搅拌机是很厉害，是真的可以帮你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的飞弹的物质材料混合在一起，做一个比较能够重建它飞弹基地的。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计划的确是在美国出乎意料之外。那么这个我已经看到之后，我们觉得美国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审视，搞不好美国开始又要做其他的动作，可能又把眼光又要丢到中东了。我们还要持续观察。